我想要分享，我觉得台湾的学生应该更主动、更积极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，并且不要害怕失败。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是因为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尝试过主动，也很常被动的接收，也常常看到有人主动争取机会，有人顺从命运之流，等待机会。但现在的我觉得，如果你有一个直觉，觉得这是你想要的，就是你去做了不会后悔，但没做一定会后悔的事情，那你一定要试试看，跨出那一步，即使失败又如何呢？首先第一个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个玉米的由来。那因为在台中的景美有一个活动是可以免费抽蔬菜娃娃的，那我就是用了一个上午去排队，大概排了半个小时排到。那我当初抽到的是红萝卜，那我觉得红萝卜也是很可爱，但是我最想要的是这个玉米，因为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它。然后我在排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一个去那一台机器扫 QR code， 然后就随机看它会掉出什么样的蔬菜娃娃。那在我快排到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生他就抽到了玉米，然后我就看着他的玉米，觉得好想要抽到玉米哦，然后我很想要上前跟他讲说，先生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，等我抽完，然后如果我没有抽到玉米的话，你可不可以跟我换玉米？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有点害羞，算了，我先等看看我自己抽到什么再说好了。所以就眼看着那个先生就拿着玉米，然后就走了。接着呢，就换到我抽啦。那我就抽到红萝卜嘛，然后我本来想说，好吧，就这样吧。但是我看着拿着我的那一个红萝卜，我想说不行，我真的好想要玉米哦，而且那一天的机台特别多玉米，一定也很多人会抽到玉米。所以后来就是继续在机台旁边等。一开始我是先看着大家抽，因为觉得看着大家抽也蛮好玩的嘛，就是不知道大家会抽到什么，然后也观察大家抽到每一种不同蔬菜，像是葱啊，像是洋葱啊等等的，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。看到有人抽到玉米了，我就想，好，我这次一定要鼓起勇气问他说，可不可以跟你换你的玉米？我用我的红萝卜跟你换。然后他就说，不行。我就想说，好吧，只要有人一抽到玉米，我就会上前再问他说，请问我可以用我的红萝卜跟你换玉米吗？然后接连2-3个人、3-4个人、4-5个人，他们全部都摇头，我就说不行。那就到了12点，就是120个人上线的人数也排得差不多，我也想说这样继续等下去可能也没办法了。接着就旁边出现了一直站在旁边的店员，他就走上来说，小姐你想要的是什么？我可以用下午的补货篮里面有的娃娃跟你换你现在的娃娃。然后就觉得好开心哦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翻着他那个下午的补货篮，就翻着翻着发现里面没有玉米。但这时候有旁边一个他就走过来跟我说他有玉米，然后就这样子我就拿到了玉米了，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用我自己主动争取来的我想要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主动争取真的能够让你少点遗憾，然后也能够让你更有自信，觉得你可以用自己的主动去拿到一些你想要的东西，而不会就是很失望，带着一个不是那么喜欢的东西回家，然后想说，如果我有问别人，或者是如果我有做什么不一样的改变，会不会结果不一样呢？就是至少试过了，然后这样子也知道未来可以怎么样更勇敢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，关于主动是真的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。这一幅画呢，是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暑期交换的时候，在一个 party 上，一个中国的女生送给我的。那为什么她会送给我这幅画呢？这是她自己画的油画。在那一次的 party 是穿自己国家传统服饰，看到一个穿着一个橘色、白色，然后丝状的那种，就是看起来真的很像仙女的那种服装，女生就这样走过来，我本来以为大概是韩国人吧，有点像韩国人穿的服装，就对她说了 Wow so pretty， 然后她就很开心的转过头来说 Thank you， 接下来我们就交换了我们
的 IG 聊了一下我们从哪一个地方来啊，很多兴趣，然后喜欢画画，也喜欢弹钢琴，喜欢 cosplay， 就是一个很多才多艺的女生。然后她就跟我说 I have a gift for you， 我们约一天中午去吃饭，我们一起在某一个 canteen， 2个陌生人，那天就给我了一个这幅画，就是她画的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她算是我第一个主动去讲话的朋友，而且还是在一个完全陌生、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她竟然带着她自己的画来当做一个给朋友的礼物。从那时候2023年7月在新加坡到现在，我都还是一直留着这幅画。那因为这幅画，我就是还会记得那个时候的我是因为主动，所以才有了这段友谊，然后也才让新加坡的一段生活有了这一个很特别的经历。所以这一个经历也告诉我说，有时候我们看到路上可能有人穿得很漂亮，或者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很喜欢，我们就可以主动上前去说，哇，这好可爱，这好漂亮。那这样或许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反馈，那这也能让我们的生活多一点惊喜，还多一点美好的回忆。关于我前几天在路上被外国人骂，那天我骑着脚踏车要去学校，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那个十字路口是先会有行人要往这边去，然后我停脚踏车的地方是在比行人更前面一点，所以我应该是要停在行人前面。那刚好我骑到那个快要到路口的时候，刚好行人绿灯，那我就想说好，那我赶快骑过去，不然等一下行人都要过了，直接从他们前面呼啸而过，然后赶快停在他们前面那个路口。这时候有一个外国人，他就非常近的这样子贴到我面前，这样子看着我，然后我就想说是怎样，这是我第一个心里的想法。然后我就看到他抱着一个小孩，应该是一个爸爸，然后抱着他儿子这样子，然后就想说好，那他应该就是有事要讲，然后就开始很严肃的这样子对我说，你刚才插了他们的队。然后我就说对，因为我想说赶快停在这个路口这样子，然后他就马上打断我说，我不管你怎么样想，你刚才就是插了他们的队，你应该要先停着让他们过，然后你才过去，而不是直接从他们前面插队。然后我就说是，我知道了，下次不会再这样。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子真的很危险。然后我就说是我知道错了，我不会再这样子，我下次会先停着。然后他就好像就没有说话，就抱着他小孩就过马路了。当下除了有点震惊以外，我的情绪是觉得哇，就是他身为一个外国人，他的中文讲得不错，而且他非常勇敢地表达他自己认为对的正义，还有他认为对的事情，是一个我觉得台湾人或者台湾学生很缺乏的。因为台湾人总是会觉得要以和为贵，然后觉得外国人就是应该要很尊重他们，对他们有礼貌。但是从这个外国人身上，我就看见了，他们其实不管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地方谁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，他们只管这个人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，那这个人应该怎么做，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心态去说他们认为对的事情。所以首先我觉得那个外国人呢，他跟我这样子用一个严肃的态度去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，因为这样子我就会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下次应该要先让行人过，而不是自己先赶快冲过去。如果我冲过去而不小心撞到了人，或者有人因为这样子吓到然后跌倒在地板，这样子对我或者是对行人都是一件非常大的损失。可我先慢一点，那反正我也是要停红灯的嘛，那我就是先让行人过，然后先不要这么的急着冲过去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我会更深刻的理解到应该要先尊重行人，而不是先让
自己赶快到达那个停车的位置。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，就是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还有对的正义，所以我们台湾人也要学习像那位外国人一样，即使我们未来是身处在别的国家，或者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了什么样不同的问题，我们认为那是不对的，或者是会危及到一些人的权利，那我们就应该要把它勇敢说出来，这个社会才会是充满着公平、正义、尊重的，而不是只是表面的礼貌。所以我认为台湾人应该真的要学习更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，然后不要怕得罪人，因为得罪人又怎么样？就像那个外国人，如果惹我不高兴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就是他惹我不高兴了，就是我应该要自己去解决，自己去消化的情绪。那他跟我讲了这件事情也是对的，所以应该是我要听进去的，然后他也很有条理的跟我表达了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，不仅是学习到了遵守交通礼节以及尊重人的态度，也学习到了遇到事情就应该勇敢的讲出来。因为外国人不会因为我们才是台湾人而对我们有所客气，他们就是把我们当成一般人看，所以我们应该也把他们当成一般人看，我们都是人，是平等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但是同时我也体会到他这么近的在跟我说话，会让我感觉到压迫感和不舒服。那这个也是我未来如果真的有想要表达什么东西的话，我会注意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么近的在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有时候真的会吓到人。先不论你要讲什么话，但是有时候那个距离，我觉得是要拿捏好的。所以这也是我从他跟我表达的过程中，我所感受到的。可以表达一件事情，但是不需要用这么近的距离，是生理上的近，他是真的这样子在贴着我跟我讲话的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是说，例如跟小孩讲话，你就是要非常近的看着他，这样小孩才会听进去，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未来有机会我应该还是会向他表达说 Please step away from me a little bit， 就是请不要靠我这么近，因为这样子会让我没有办法很理性的知道他想讲什么，我只会觉得他有点可怕。那要不是他抱着小孩，我可能会觉得他是变态。所以这是我会想到我下次可以更勇于表达我自己的地方，就除了认错道歉还有消化自己的情绪以外，我应该要跟他表达说请离我远一点，因为这也是我自由表达我自己感受的一个权利。以上就是我从这次经验学习到的。那这3个例子就是我近期非常有感的，只要主动你就能够得到一些想要的机会，然后也能够让心里不要那么的痒，因为有时候就是说出来你才能表达你的情绪嘛，不然你一直闷在心里，这样又有谁知道呢？只有自己受苦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人、台湾的学生，你们一定要开始练习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即使别人不赞同，又或者是别人觉得你干嘛这样子做都没关系，都是一种练习，只要是在尊重人的基础上，好好的表达你自己的想法，好好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用主动的态度去面对人生，我觉得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而且你一定会从中得到一些什么。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可以更培养哪些能力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我非常希望台湾人能够越来越主动，然后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越来越懂得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。祝福所有的台湾人，或者是也不止台湾人，祝福所有地球上的人，你们都能够主动争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也主动表达自己的情感，或者是自己所认为是对的事情。那就这样啦，拜拜。